大家好，我是李灿，欢迎收看以及收听 Easy Mandarin Minicast 中文小播客。今天咱们聊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，就是在社交媒体里的你，究竟是不是真实的你啊？是不是其实是一个虚假的你啊？其实说到这个问题，我觉得它既是真实的，也是虚假的。不是说我们在社交媒体上是处在一个虚拟的空间啊，这种话没有意思，而是说实话，在社交媒体上，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展示在现实生活中没法展示的真正的自己，在另外一个层面上，我们又不得不去屈从于我是觉得社交媒体上的一些规则、要求、风潮、趋势等等，以及人设等等啊。所以我们既是真实的，也是虚假的啊。就以我个人为例啊，很多事情都要从自己出发啊，才有可信度。其实我觉得社交媒体让我展示了非常真实的，我甚至都不是特别了解的潜藏的我自己啊，就是可能那个真实的自己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被压抑的，或者不被看见的，或者连我自己都不知道存在的啊。那么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？就是我最早开始做Easy Mandarin 这个频道的时候，其实那个时候我会开始想做内容，对不对？我要做中文教学的内容。其实我想的路径可能和很多中文老师有点不一样啊。我一开始并没有做很多教学方面的这种视频啊，我更多把自己定位为一个中高级学习者可以看的这么一个频道。假如我是一个中文学习者，或者我把自己定位为，我现在在学一门外语，那我会想看一个什么样的教学频道？不是那种成天讲一些教学知识这么一个频道呢？所以我就开始做这方面的内容，做着做着，我就发现有很多东西，慢慢的在我内心深处被挖掘出来了，在我头脑的深处被挖掘出来了，我就发现原来我是这么一个人。因为之前的工作并没有机会让我去这样去深挖自己，不只是自己的性格、想法、喜好等等啊，甚至是很多完全没有意识到的东西，都在不断的做视频当中被我挖掘出来。比如说，我以前或许会觉得自己，可能会喜欢政治啊、历史啊、经济啊等等啊，但是我不是特别清楚。后来我觉得自己可能也会喜欢心理啊等等，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清楚。我不知道我是这么喜欢探索内心的这么一个人，因为我在很长一段时间我是觉得我不是一个特别走心的人啊。我老婆也总觉得啊，或者总说我这个人不是一个特别走心的人，人在心不在啊。好像就算那个时候我们搬进了自己的房子，他也在说，好像你总是在神游，神游物外啊，好像不和我生活在同一个空间里。那我生活在什么空间里呢？平行宇宙吗？我不知道，我好像总在梦游啊。但是梦，它其实是一个很虚的东西，甚至虚到我都不知道这个梦到底能带给我什么东西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我自以为自己是一个作家吧，我能成为一个作家，或许啊，但是很长一段时间，或许说十几年之间，我都不知道自己要写什么。但是渐渐的，通过这个做 YouTuber， 可以这样说，对不对？我发现了自己啊，原来我有这么多面相，对不对？原来我是一个挺搞笑的人啊！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都觉得自己是一个挺沉闷的人啊，可能是因为我的生活环境比较单纯简单啊，我基本上啊，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家里啊工作啊，在还没有来疫情之前，我就在家里工作啊。之前我在一家翻译公司工作，每天就是翻译、听歌、翻译、听歌，每天和这个文字打交道。我不和人打交道，我都觉得我自己是一个特别沉闷的、无聊的，
不喜欢开玩笑的人啊，成天板着脸啊，一脸严肃。但是我发现原来我竟然不是这样一个人，真实的自己竟然是这样一个状态。所以你们能看到我呈现在这个屏幕跟前的样子，其实我觉得更多是真实的我。真实的我就是有这么多面相的，这些面相在之前我并没有意识到。所以说在自媒体里头啊，我是更真实的自己，甚至比在现实生活中更真实。但是另外一方面啊，但在社交媒体里头，说实话，你肯定啊会受到一个场域的影响。这个场域呢有自己的一定的规则，有很多人活跃其中啊，你不自觉肯定需要和他们看齐。你不可能啊，成天做一个出头鸟，对不对？因为中文有一句话叫做枪打出头鸟啊，我是不可能做那种出头鸟的啊，所以我需要和我的这些同领域的人啊对齐，所以我也在一定的情况下把自己削平磨圆了啊，变成一个圆圆的脸啊，不用太锋芒毕露啊，这是一点啊。以上呢是我个人的情况，但是我认为在社交媒体里头啊，很多人做的并不是完全真实的自己，他们更喜欢打造的是一种完美的自己，就是自己可能是这个状态，但是在社交媒体里头他是这个状态啊，这是我不会想去做的。我并不完美，因为我成天在自己的频道里说我和我老婆还吵架啊，我和我儿子相处也有问题。我觉得我更愿意做最真实的自己啊，因为我也不需要有特别完美的人设啊，毕竟说实话都39岁了，长得也一般，也不需要说我必须给大家展现多么完美的形象啊。当然这是一点作为自媒体人的这么一个状态。同时从另外一个角度，就是作为普通观众而言，他们其实也会进入这个自媒体，不只是作为观众，他们也在展示自己。展示自己的过程中，他们其实也要对齐，他们就需要和那些他们所欣赏的羡慕的人对齐，所以他们其实也在一定程度上没有完全做自己。当然在另外一层面上，其实因为这个空间它不是一个现实的空间，是一个虚拟的空间，虽然这个网是互联网，是面向全世界的，但是在另外一个程度上，它反倒比现实生活又更安全，不知道怎么回事啊。所以你反倒在一定程度上又能做真实的自己，所以真真假假其实很难说的特别清楚。所以说在社交媒体里头的你自己究竟是真实的你，还是虚假的你，或者真真假假真假参半的你呢？你觉得呢？留言告诉我，和我分享一下你的想法。